AI 诊断的新纪元啊，一个顶尖的医生团队已经住在你的电脑里了。大家好啊，我的观众里边啊有很多朋友呢，其实都是电脑高手啊，不少人都在使用 AI 工具啊，甚至啊通过 AI 工具呢给自己的健康出谋划策。这个过程并不复杂啊，但是结果呢可能并不相同。那不少人会觉得呀，现在的 AI 呢还不够强大，还不能解决眼前的这个健康问题。也许将来吧，是吧？可能会有一个超级大脑，来帮助我们一起思考，一个记忆了所有人类的医学知识，24小时不打盹儿，是吧？还能绝对理性的这么一个 AI 神医，这个梦想啊，其实已经喊了很多年了。但是今天啊，我手里边这篇论文可能会告诉你，未来以来，我们离这个梦想可能真的只有一步之遥了。这篇论文的标题啊叫使用语言模型进行序贯诊断啊 Sequential Diagnosis with Language Models， 它是由微软 AI 团队在2025年6月发布的啊，这是一篇预印版论文，新鲜出炉的。我们呢先别被这个学术味十足的这个名字所吓倒，我们先看看它的摘要里说了什么石破天惊的事儿啊。简单来说呢，研究人员就是干了2件大事。第一，他们觉得呀，现在给 AI 做的医学考试题太简单了，跟闹着玩似的啊，都是把病例检查结果打包好喂给 AI 啊，然后让他做个选择题。那这哪是看病啊，这就是开卷考试，对吧？就像我们平常做的一样。于是呢，他们创建了一个堪称地狱难度的全新考场，叫什么呢？叫 SD Bench。这个 SD 就刚才咱们说论文里面的2个词组啊 ，Sequential Diagnosis，SD Bench 序贯诊断基准。那在这个考场里边呢，人类和 AI 啊，就是人类医生和 AI 一样啊，一开始只拿到1-2句基本的主诉，然后呢，就必须像破案一样，自己决定问什么、查什么，一步步的挖出真相。而且呢，你做的每一个检查，花的每一分钱，都会记在账上。所以，为了征服这个地狱考场啊，他们开发了一套叫做 MAIDXO 的 AI 系统。MAI 啊，就是来自于 Microsoft AI 啊，就微软人工智能。DX 呢，其实就是医学领域里面这个诊断 diagnosis 的这种常用缩写。O 呢，代表协调器 orchestrator 啊，所以全称是 MAI 诊断协调器。那这个系统啊，它不是单打独斗，它是在电脑里边呢模拟出一整个虚拟医生专家组。结果怎么样呢？当这个 AI 专家组搭载了 OpenAI 的 O3 模型之后啊，它的诊断的准确率达到了惊人的80%。你没听错啊，80%。而作为对比啊，一组有着多年经验的人类全科医生，在这样高难度的病挑战中啊，平均准确率是20%。是的，4倍的差距。所以更夸张的是呢，这个 AI 专家组啊，还特别会过日子。他的诊断成本啊，比人类医生平均低了20%啊，不是中国医生啊，比那个没有经过调教的自己瞎琢磨的 O3 模型，就我们平常问的这些啊，更是省下了70%的钱。所以4倍的准确率还更省钱。所以在这组数据背后啊，那到底藏着什么样的黑科技呢？AI 看病是吧？这个历史啊，就我们喊了很多年了，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才看到这么惊人的突破呢？这个别急啊，我们今天就来抽丝剥茧，把这件事儿啊聊个通透啊。实际上说起 AI 看病啊，很多朋友可能会立刻想到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就 IBM 的沃森医生啊。沃森还记得沃森吧？就是 IBM 用他们创始人命名的系统。没错啊，当年的这个沃森啊，在智力问答节目上呢，战胜了人类的冠军啊，而且呢，就高调宣布进军医疗啊，当时是轰动一时。但其实啊，在这个沃森之前呢，AI 的医学探索之路啊，已经走了很久很久了。最早呢，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那个时候 AI 叫什么呢？专家系统。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有无数的这么个如果、那么、if 什么的啊，规则组成的这个流程图。比如说，如果病人发烧并且咳嗽，那么他可能得了流感。听起来很直接，是吧？对吧？但是他的问题啊就在这儿
啊，这个规则呢是由人类专家一条一条的输进去，工程量是巨大无比，而且医学知识又太复杂了，有无数的例外和这种模糊地带，所以光靠写规则啊根本写不过来。所以这个专家系统啊很快就遇到了瓶颈啊。然后呢，就是以沃森为代表的这个问答系统时代了。沃森呢，他的厉害之处在于什么呢？他能阅读和理解海量的自然语言文本，比如数百万篇的医学论文、教科书以及临床指南。你问他一个问题，他会飞快的从这些信息里边找出最相关的答案，这就很了不起了。我看过一个介绍啊，说世界上最顶尖的天才的大夫，大概很模糊的能记几千个病例，到上万个是得到顶了，模糊的啊。而它本质上啊，它是一个超强、巨大的这个搜索引擎。沃森医生啊，他解决了这个信息获取的问题，而不是临床推理的问题。这就好比什么呢？就你看病的时候吧，医生啊，不是简单的把你的症状输入电脑，然后电脑告诉你啊，你得了什么什么病，是吧？真实的过程是什么呢？医生会跟你对话呀，是吧？首先问你，你这个疼什么时候开始的呀？是吧？你是持续的疼还是阵发性的？除了痛之外，你还有什么别的不舒服地方啊？医生就是通过这样一轮一轮的互动，不断的收集信息，形成假设，再用检查来验证或者排除这些假设。这个过程就叫做序贯诊断啊，就是论文标题里边前两个词 sequential diagnosis 啊。那么这就是一步接一步的诊断过程。但是过去的 AI 评估啊，恰恰就忽略了这个最重要的过程啊，他们往往呢把一个病人的所有信息啊，包括病史啊、体检、化验单、影像报告，全部整理成一个漂亮的大礼包，然后问 AI 请诊断。这篇论文的研究者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什么呢？这种评估方式会严重高估 AI 的能力，因为它完全跳过了最考验医生水平的信息收集和决策环节。所以啊，为了让 AI 真刀实枪的练一练，他们决定呢，先建一个足够真实的考场。想象一下啊，你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正面临着毕业大考啊，考官啊没有给你卷子啊，只是把你带到一个房间，只告诉你一句话啊，隔壁房间有个病人，他喉咙痛，然后嘣，把门关上了。这不是网文啊，你脑子里可没有系统啊，咱别来系统轴。接下来怎么办呢？你是立刻冲过去问病人，还是先申请调阅一下他过去的病历呢？你想是做个喉镜的检查，但是你得花钱啊。你想做个 CT，那更贵，是吧？所以你问的每一个问题，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你最终的诊断，并且呢，会计入你的考试成本。这就是 SD Bench 这个基准的核心设计。他把304个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最经典、最复杂的真实病例，都变成了这样一个诊断解谜的游戏。所以呢，这个负责跟你对戏的就是那个神秘的守门员，叫 Gatekeeper 模型。这个守门员非常有原则呀，你问什么他就答什么啊。比如说啊，他掌握着病人的全部信息，但是你必须精准的提问，他才会透露。你想知道血常规结果吗？可以，但是你得明确说查血常规，而不是模糊的说啊查个血吧。就绝不给你什么意外的提示，他不会给你任何额外的诊断建议或者解读。那最绝的一招啊，就是无中生有。咱们开个脑洞啊，万一你申请的检查啊，在原始病例里根本就没做过怎么办呢？过去的系统可能会回答信息不存在啊，404，但是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提示，它告诉你这条路走不通，是吧？而 SD Bench 啊，它的守门员会利用自己的这个医学知识啊，合成一个完全符合当前病情的逼真的检查结果。比如啊，它会生成一份看起来毫无破绽的正常的血常规报告，这样一来你就彻底无法通过信息缺失来投机取巧了，对吧？那么有了这么一个公平又苛刻的考场，我们终于可以真正的衡量一个诊断者，无论你是 AI 还是人，他的综合能力了。既要看得准，你还得花钱省。那么面对这么变态的考试，谁最终胜出了呢？现在主角就该登场了。
那么这篇论文的最核心的创新啊，就在于这个 MAI-DXO 这个系统设计。研究者们啊认为，单个 AI 再强大，也可能出现思维盲区。但是一个顶尖的医生团队，却可以通过协作和制衡，做出更全面、更稳健的决策来。于是啊，他们就让一个强大的语言模型，精分啊，不是叫角色表演，不是精神分裂啊，是角色扮演啊。那么同时承担5位虚拟医生的职责啊。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 AI 梦之队的成员们啊。第一就是假设医生，他是团队的主心骨啊，他负责维护一个动态的鉴别诊断的列表，也就是说，他会一直思考啊，根据现有信息是吧，最可能的3种病是什么，概率分别是多少？每当有新信息进来，他就会立刻更新这个列表。那第二个是检查选择医生 Doctor Test Chooser 啊，他是团队的策略师，他会看着假设医生的这个列表思考，那我们现在最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呢，才能有效的排除某种可能性，是吧？或者确认某种可能性，他追求的是信息价值的最大化。那第三个出场呢，就是挑战者医生 Doctor Challenger 啊，这位可就有意思了啊，他是团队里的魔鬼代言人，或者说是杠精，他的任务就是不断的挑刺儿，我们会不会先入为主了？有没有可能我们都想错了？有没有什么证据和我们现在的想法相矛盾呢？是吧？这个角色的存在呢，就是为了防止整个团队陷入思维定式。那第4位就是成本管控医生，那么他就是团队的大管家。每次检查选择医生想这个昂贵的检查的时候呢，他都会站出来问你这个检查非做不可吗？有没有更便宜的同样能说明问题的这个替代方案呢？他就是确保诊断成本效益的这么一个关键。那最后啊，第5位就是核查医生啊，Doctor Checklist，他是团队里就是沉默的这个质检员啊，QC 啊，他默默的呢在后台检查，确保团队提出的检查名称是标准的，内部的逻辑是自洽的，防止你出现低级错误啊，就咱懂行出现的一些错误啊。所以这5位虚拟医生啊，他不是各干各的，而是通过一个辩论链叫 chain of debate 来进行内部的讨论，最终他们会就是下一步是提问、检查，还是给出最终诊断，达成共识。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个论文里边提到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一个病人住院之后呢，他出现了中毒的症状一个没经过训练的普通的 AI 模型，那看到症状之后呢，立刻就怀疑这是不是抗生素毒性啊？然后大手一挥，开了一堆昂贵的检查，包括什么脑部 MRI 啊、脑电图了，花了$3431啊，美的价格啊，最后诊断还错了。那我们的刚才的这个 AI 梦之队是怎么做的呢？这个假设医生啊，就刚才说的，他首先提出病人是住院后才出现症状的所以需要考虑院内接触毒物的可能性。那挑战者医生可能会追问，那除了药物之外，医院里有什么常见又可能被误食的东西呢？这时候团队可能就会想到一个关键问题，然后他们决定先不花钱做检查，而是去问一个问题：病人有没有可能喝了洗手液？守门员就回答了问题，病人也承认了。你看这个坑多坑人是吧？所以真相大白，团队呢就立刻申请了针对性的病理学检测，花了几百刀就确诊了，总成本呢是$795，诊断还完全正确。你看到没有啊？这就是团队协作的力量。你通过内部的制衡和反思机制 ，MIDXO 避免了普通 AI 容易犯的这种想当然或者一条路走到黑这种毛病。那我们了解了这么牛的考长和这么聪明的医生是吧？我们再回头看那个开头结果，是不是就豁然开朗了？所以 MAI-DXO 之所以能取得4倍于人类医生的准确率同时还省钱，主要就是它完美的结合了3样东西。第一，海量的医学知识，那当然这是所有大模型的基础了。第二，就是严谨的序贯推理能力，这个就是 SD-Bench 逼他练出来的。那第三，就是强大的这种团队协作和自我纠偏的机制，这是这个论文设计的这个精髓。这个论文里边还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就是我们让一个 AI 和单个医生比
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呢？因为 AI 的表现啊，其实更像一个整合了内科啊、全科，就是各种影像科、病理科、医院里边的所有部门的这超级医疗团队，它几乎是一个医院的智慧，哎，和一个医生的智慧是吧，在竞争。那现在呢，就问题来了，医生们是不是就要失业了呢？我觉得吧，大家是大可不必这么焦虑，是吧？这个首先呢，这个研究啊，它用的是最疑难的病例，不是我们日常的感冒发烧。另外呢，医疗远不止诊断，还有沟通、关怀啊，这种人文的精神，这都是 AI 目前它没法替代的。那更有可能的就是在未来发生是什么呢？就像 MAIDXO 这样的系统啊，会成为医生的超级副驾或者最强外脑。哎，想象一下啊，一个在偏远地区工作的全科医生，他可能没有机会接触那么多的疑难病症，也没有专家团队可以随时咨询。那他现在呢，可以在手机里打开一个 app，输入病人的初步情况，然后这个 AI 梦之队就会在后面开始工作，为他提供这种鉴别诊断的思路，建议他问哪些关键问题啊，以及最后做哪些检查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检查。哎，所以这就不仅能大大提升基层医疗的水平，而且呢，也让医生啊从繁重的这个脑力劳动从里边解放出来一部分，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呢和病人去交流。所以，我们回顾 AI 看病的历史啊，我们从死板的规则问答啊，到了聪明的这个问答，再到今天我们看到啊是能够进行团队式的这种序贯推理的 AI 诊断协调器。这就不再是一个遥远的科幻概念啊，而是经过了严谨科学验证的实实在在进步的。那告诉我们什么呢？一个更高效、更精准也更普惠的医疗时代正在拉开序幕。AI 不会取代医生，但它会成为医生手中最大的听诊器，会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啊更清晰的听见健康的脉搏。那最后啊，我想谈谈我个人使用 AI 看病的体会。那这分为两部分啊。第一部分就是我们亲属啊在住院手术诊断过程中，我把相关的诊断结果喂给 AI，就是刚才那第一个啊，问给单个的 AI，主要就是付费版的 Cloud 啊，看它的诊断做一个参考。哎，结果发现是非常准确，而且呢，预测了病人2个月以后的病人的预后啊，给了我们病人家属啊是极大的信心和帮助。特别是在医学影像的这块啊，有点大师级的味道。就是我只是把一般清晰度的啊，甚至是手机翻拍的这个片子喂给他，啊，有 MRI 的啊，有普通的 CT，他给出的结果都超出了医院的解读啊。这方面啊，有需求的朋友可以试试啊，可以直接把手机里边图片喂给 AI。目前来说呢，像 Cloud、ChatGPT 啊、Gemini 都应该没问题啊。DeepSeek 我没试过啊，估计问题也不大啊。那么国内医院里边一般片子呢，都是在医院的微信服务号里边这个个人检查结果里边，哎，你从里边找到之后呢，你另存或者用电脑版的这个微信啊，在浏览器里边打开，然后另存喂给 AI，你会有一个关系非常好的影像大师做朋友了。另外一部分啊，就是我自己的身体啊，就是因为这个照顾老人啊，是当时住院嘛，就我的血压也跟着升高了。那我为什么没去找医生呢？一是觉得这个症状不严重，二是啊，我们家族就没有高血压的例子，都是正常血压甚至低血压。所以呢，我就找了 Cloud 啊，就是询问啊，按照我的叙述啊，他认为我这叫惊厥式的高血压，是短期的，以后会慢慢恢复。而且呢，在得到了我的要求之后啊，比如说我要不服药，只服用一些营养素啊，能起到作用的时候呢，他给我开出了大蒜素的方案，然后我就按照步骤自己提取了大蒜的这个大蒜素的粗提取物啊，做成胶囊。这在我之前的这个视频啊和直播里边都有啊，实际效果呢是完全符合 Cloud 的预期啊。我的血压呢从140多、90多吧，降到了120多、80甚至70。当然，这个也和你休息啊、锻炼相关。总之吧，在不吃药的情况下，我靠吃大蒜素，估计也就不到1斤的新鲜大蒜提取物啊，我控制住了血压。那在这儿我给大家提个醒啊。我前天啊在看家里的这个药店啊看到过大蒜提取物
啊，就是瓶子上有个大大的 garlic 什么这样的这种营养素，这个实际上和我服用的大蒜素它不是两种东西啊，那个是大蒜的粉末，那主要是大蒜的一些含有比较多的这个硫化物营养素的这个成分，而大蒜素啊是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的啊，必须按照我提到那个方法。这我就不细说了啊，大家也可以看我过去视频，我也会把相关的这个链接啊，有时间放到视频下边啊，真的对我是非常有用的，好吧？本期的松蛇新语就到这儿啊，如果你对 AI 医疗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别忘了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